Maxim， 走，跟我去摘点菜吃去，走。我今年菜园的西葫芦、黄瓜还有番茄都有收获了，西瓜、甜瓜也都膨大起来了。今年的菜园虽然是比往年差了很多，但毕竟是从几乎要放弃的菜园得到的收获，而且也足够我们吃了，已经是相当的知足了。Maxim， 你也来看西葫芦了？看看，哎呦，别挡着我！看看这西葫芦，2天的功夫就长这么大个了。我们把它摘下来吧，一会儿冲一冲就干净了。这西葫芦我已经是摘了好几次了，摘了有4、5根了吧，炒着吃那味道是相当不错。这儿还有一个。摘西葫芦的时候呢，不需要用刀或者剪刀，直接这样扭2下就下来了，看还是很容易的。这一颗其实也是可以摘了，但是我摘那么多放冰箱储存也不好，明天早晨再摘吧，还可以再稍微的长一长。这种西葫芦呢，哪怕是长这么大个，它也是不老的，中间没什么籽儿，都是特别嫩的，直接洗了之后不用削皮，不用去籽，切了就可以炒着吃，味道是相当不错的。看这一片地的草，我又重新的给整理了一下。现在唯一还剩的活就是这一边毛豆地的草，因为需要用手一点一点拔，所以还没有做。最近用割草机开着割草，都已经是割了2次了。天气太热又潮湿，草长得太快了。这些小的地方用手持割草机也是割了2次了。关注我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我是前一阵子休了1个多月的假回国，菜园也没有打理，回来后发现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整个菜园几乎都处在半荒废的状态。当时就有点焦虑了，都有点想放弃了，想想干脆用割草机全给平了算了。最后呢，还是给忍住了，毕竟也是当时辛辛苦苦给种出来的。突然发现这晚熟的蓝莓也有籽的了。把这籽的赶紧给摘下来，不然的话也都被鸟给吃掉了。今年的假期是完美的错过了蓝莓的收获，那些中早熟的品种都早已经被鸟给吃光了，剩下的也都自己掉落了，就剩这个晚熟的了。我是休假回来之后，家里的事儿也挺多的，工作的事儿也挺多的，所以抽出时间打理菜园还是挺不容易的。但是最后还是一咬牙一跺脚，利用晚上的时间还有周末能抽出来的时间，过了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草除了，然后就是给这些西红柿、甜瓜、西瓜整枝整蔓。看这个西红柿，这应该是我们第3批的这个西红柿，看看。我是把周围的一棚一棚的侧枝都给打光了，现在已经明显看出来西红柿开始膨大了，应该不久就有收获了。这个其实还缺了罩西红柿的笼子，但是它太大了没法弄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插2根棍子，然后把它绑一绑。我跟丽丽说了，她下周回来，我们俩一起弄，2个人弄稍微快一点。这样抢救一下这些西红柿呢，还能有不错的收获。其实仔细看，每一颗上边都是有不少的西红柿结下来果了。看这种，前边这些，刚才我看有的西红柿好像是被什么动物给啃过了，现在这些小动物有点丧心病狂了。看这种。哪怕是青的都会被啃。我那天看我的桃子也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呢，那黄桃被松鼠还是什么动物又给啃了，偷走了好几个。哎呦，刚才看这甜瓜也结瓜了，看看，其实甜瓜整理起来是最容易的了。看我就是把甜瓜的主蔓的尖儿给揪掉了，揪掉就是培养它的侧蔓，让它生长。甜瓜是子蔓或者是孙蔓结瓜嘛，所以把主蔓尖儿给它掐掉，后边就可以长瓜了，长得也比较容易。
这些，这边长得更大，这个秧长得更大，后劲儿会更足一些。而且像甜瓜呀、西瓜呀、黄瓜，还有西葫芦那些，我也是给它追施了平衡肥了。追了肥之后呢，过一阵子就能促进果实的膨大，长得就会更快一些了。这边辣椒我本来想追肥，但是还没来得及。看看也已经长起了好多了，我摘几个。辣椒呢，就是随手摘，你要是不摘的话，也影响到后边的生长。所以越摘后边结的越多。哎呦，这都是非常非常嫩的，就先摘这么几个吧。过几天吧，有空的时候我给它施点肥，施点平衡肥还是。然后最好还是能拿笼子或者是拿立柱给它稍微的绑一绑，因为这棵已经是被风吹倒了。像是我要是一直在家的情况呢，像这种侧枝我都会很早就打掉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是结了好多辣椒了，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了。我是把后边下边的这种现在又有了这种很小的小不点儿，就这样撸一下。所以其实辣椒的整理也是挺简单的。如果是想花功夫好好弄的话呢，就给它下边侧枝都打掉，留第一个分叉以上的。如果是错过了呢，也没关系，就是把最下边的那些小芽都打掉，让它上边的枝长就行了。突然发现这边的辣椒好像被什么动物给咬下来了，看这种小的都掉了。这边的这种西红柿，这种应该不是被动物咬的，这种就是太阳光太足了，给晒坏了。这个我就摘掉，不要它了。当时是整枝突然把这些旁边的枝条都打掉了，然后太阳光又太足了。那边是那几颗黄瓜，如果看我前2期视频的朋友可能还记得，这边的黄瓜地当时回来的时候是杂草丛生啊，全是草，把整个黄瓜都给盖住了。我把草清了清，像这种远处的就用割草机，近处的都是手拔的。现在看这黄瓜也长起来了，我昨天已经是摘掉了2根了，这是后续的又有小瓜都出来了。那边还有几颗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可摘的瓜，这种还小。好，这边这种长在很底下的这种虽然长得不好，但是要及时给它摘掉。这样的话，它上边的瓜，比如像这种回头长出来就能长得特别的好。这边的这颗黄瓜可能是生虫子了，这上面也结了2个小瓜，但很可能这一颗不一定能保得住。再来看这个，这上面有2个，这要不了几天，3个，要不了几天就可以了。这一颗这儿有一个大的，也是长在下边的。我们给它摘下来，长在下边就容易长得比较弯，但这颗瓜呢还可以。上边刚才我看这儿有一个小瓜，上边这些地方还有瓜。黄瓜呢照顾起来还是得需要细心的，需要老是浇水，比如说天热不下雨的时候，每天都得浇一次，不然的话长不好。哇，这是从另外一面看这些甜椒、辣椒。看这么小颗长这么多，这些再让它长长，等丽丽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又可以收获一大批了。看这西红柿，这每颗上面都是一串一串的，好多。我整枝的时候基本上是留的双干或者是3干，下边的其他的分支都给它打去了。当时一颗上面起码得有7、8个分支，那种比较大的，还是花了点功夫打了一阵子的。后边这一点是樱桃番茄，长得更乱，我还没来得及弄。这樱桃番茄也是得整枝的，你看这整枝前就是这么乱糟糟的，然后上边的果实也是密密麻麻，这些是分枝上面果实都长得很大了。所以整起枝来更费劲儿，而且当时我还想整完枝之后拿 T-Pose 的
钉在这儿，把它们立直扶直，不然的话这后续就没有劲儿了，而且西红柿容易坏。看，都已经熟了。这是 Honeycomb， 是蜂巢，是我觉得最甜的这个西红柿。哎呀，摘下来，看已经有熟的了，这每个上面都有。看来今天是能摘下一批回去吃小西红柿了。看，这都是长起来了，长红了。再往前走走，这上边还有这儿。这个西红柿，它跟三购的那些比起来呢，它的皮是稍微的厚一点点，但是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好处呢就是不容易裂口，像那种三购的那类的，它也是黄色，皮儿薄，但是非常非常容易裂果。甜度呢都差不多，我觉得 Honeycomb 更好吃一些，而且不裂果，更容易保存。这个品种还是非常推荐的。我后边就把特别黄的给它摘一些，一般都是第一批的西红柿长得特别的好。回来把它们整整枝，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呢，再施点肥，施点的平衡肥，低氮的那种啊。后期的话，这氮一定要稍微的低一些，否则的话就净长秧子了，不长果实了，是吧？磷钾肥为主吧。看这些豆角，也是结这种小豆荚了。一会儿去看看大菜园，大菜园里边应该已经有能收获的了。看像这种，也是丽丽他们回来之后，肯定是有一些可以摘了。最近下了几次特别大的大暴雨，夹着暴风，所以你看我这整过枝的无花果，旁边的枝打掉了，像这种，因为长得还不够那么结实，所以都倒下来了。但是没关系吧？看这2个、3个立着的，上边的无花果开始长了，主要就是重点保这2个枝了。那边也是，我一般留的是比较多，但是最后重点结果的呢，就是那些长得最壮、接受阳光最好的。哦，这个看，这里头已经膨大起来了，上边。这要想让无花果有更多的收获呢，就是冬天的时候要给它彻底的保温保暖。春天上边的部分如果没有被冻死掉，直接抽出的芽很快就能结果。但是像我这呢，保温措施做的不是特别的周到，今年就是盖了点叶子，所以它上边像这种都冻死了，就剩下从下边根部的地方滋生出来，所以长得就慢。这春天的那批果也没有，因为到夏天这种苗才刚刚长起来嘛，从地底下钻出来，现在就基本上属于是夏秋果了。过去看一眼那棵桑树，看今天能不能有一些变红或者变紫的桑葚能摘下来。最近这松鼠很猖獗，然后可能浣熊也都盯上我了。我每天晚上大概是11点的时候，很晚都会让 Maxim 出来到菜园逛一逛，看看能不能震慑到那些小动物。然后早晨我也是特别早，好多时候就是5点就把 Maxim 放出来。看还是有一些稍微有点紫的，不能等到它完全变成黑紫特别甜，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没了，即使不被松鼠吃，也被鸟给吃了。哎呦，好多的这桑葚呀，现在就剩这么点儿了。哎，所以像我这些地方呢，种果树，保护怎么保护你也防不了这些鸟啊、松鼠这些小动物。当时是防住了浣熊，然后防鹿都能防住，兔子被狗吓跑了，但是松鼠这些、鸟这些真是没办法。哎呀，还不错啊，今天收获还可以啊，有不少紫的。一个手不太好摘，剩下的也比较高了。我打算收过这批果之后呢，都把它短结，把小枝去掉，这样的话发出新枝，让它明年继续结果。而且也不会长特别高。你像现在如果不管它的话，那明年就上天了。这树，这桑树长得太快了，没办法。看才摘几个，把手弄这么红。那上边高处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紫的，我得到时候等会儿过来2只手，一只手揪着树枝，另一手摘，这样的话方便一点。
看这香草小花园，这迷迭香爬地的品种已经占满了这一片了。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，牢牢地抓着地。薰衣草长得挺慢的，百里香、牛至，这鼠尾草也是趴地的，长满了这一片了，这也挺好的，把草都给盖住了。像这种，即便是铺着松针，上面没有东西，这草还是从松针的缝里面钻出来，这得一点一点的除掉。等它们都长大长体了，覆盖这一片就好了。这韭菜都已经长到这菜床的底下旁边的地方了，生命力也太顽强了。看这大菜园整理的，那边是甜瓜、西瓜，这是毛豆，前面还有四季豆，这边是樱桃树，这边是有土豆，这土豆差不多了，土豆等丽丽他们回来我就可以挖了。然后小的冬瓜，看这个，当时回来的时候就弱不禁风，几乎要死掉了。看这一颗，这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所以还是有希望的。只要是不放弃，就有希望。看我把这个土的地方稍微往上培了培，这样的话让它的水能留住。我给它浇了，回来之后浇了2次水，剩下都是靠雨水啊，几乎就不太用管它了。这我还没施肥，等这周吧，再过几天有空的时候，把它的肥也给它追了，也是追平衡肥，或者是10:10的那种肥，效果也不错。枣树浇了几次水，这新长出来的尖儿终于是不干尖儿了。不知道前面的花做的情况怎么样，好像好多都脱落了。这枣树啊，千万不能旱着。我是刚好在它最好的开花的季节，给它旱到了。再等等看吧，看看能做出多少果。估计今年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大。往前走走，这是樱桃番茄，这下边也有熟的了。这应该是罗塞拉，这种西红柿不是特别的甜，但是口感那个味道吃起来特别好，所以也是值得推荐的。尤其是像年龄大了，血糖吧也比较高了，吃那些特别甜的西红柿也不能吃太多，而且吃甜的东西多了就比较难受。这大番茄也是，整只晚了，虽然是结的少，熟的也少，但是还是有收获。旁边我又新种了几棵西红柿，是邻居过来跟我们说他们买的西红柿苗，但是他们没地方种了，种不了那么多，剩了有6、7颗吧，给我就给种到我这儿了。看像这棵，我是横着给它埋下去的，因为它给我的时候已经挺大了，横着埋下去，这根儿在这儿，然后一直横着埋到这儿，让它斜着往上，这是又重新长出来的部分。这种呢就可以作为我们后续的比较晚的西红柿，后边秋天的时候也能有不错的收获的。当时想把这白菜给拔掉吃了，但是好像也没机会吃它，所以先留着吧，等丽丽他们回来。这棵小的白菜也长起来了。看这草莓地这种恶草最讨厌了，这种见到的就给它拔掉。往前走走，这些枣树，看这小枣树也缓过来了，上面叶子长得也是比较好了，光亮。白菜，看这白菜也是越长越好。这是第一批的这大番茄，这要是整枝及时的话，现在早就可以吃了。都是被周围的杂草还有它自己的那些侧枝给遮住光了。看这一串，那下边有一个红了，但我怀疑是坏的，我把它摘下来算了。看这个，这是被虫子给蛀了，这种耷拉到地上了。看这笼子没给它搂住，这种回头还得拿绳子绑一绑，不然下面一红又被虫子吃，或者是生病。前面这白兰地，紫色、粉色白兰地这个品种还是结果有点差，比其他的品种没及时整枝的结果。看现在这个上边，我看就做了这么2个，然后上面有一些做住的，在上面的花还得再等等看。这也是哦，这边还有
通常我都是双蔓或者是3蔓整枝的，但是像这棵呢，因为它这地方坐住果了嘛，所以我暂时先留下它了。等它这个果结好之后，我就把这个也给它去掉，这样就留这样3条蔓。通常正常情况下，这些地方是有花序的，这一节花序、2节花序、3节花序、4节花序都是这样长的。但是因为遮住光了，杂草遮住光了，所以现在第1层的都没有坐住，也没有果，只能是第2层、第3层了。玉米这边的玉米已经抽穗了，看，这是糯玉米，每个上面长2个。这玉米也是想给它施点尿素，也没有来得及弄呢。还是要稍微的施一点肥的话，它长得快一点。还有现在还没看到虫子，但是这个状态呢，最好是能喷一点多杀菌素，这样的话就能防这些虫子。多杀菌素属于是生物杀虫剂，是有机菜园可用的，比较安全，所以不用担心有什么农药残留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危害。没关系的，那个是相对来说很安全的。玉米旁边这些4季豆，哦，这个可以了。这个，看，这等丽丽他们回来，拿个盆过来，一点一点摘，这已经挺多的了。哎呀，这些4季豆本来是不需要搭架，是那种在地上一丛一丛生的品种，但是前几天这大暴风雨实在是太大了，看都给他们弄倒了。本来是不至于的，这倒了之后就容易生病虫害，也是挺烦人的。这是玉米，这是后边有一些补种的玉米，个头就比较小。你看玉米也能看出来这暴风雨的痕迹，这种比较小一点的都已经倒了。看这毛豆，这是毛豆覆盖作物，看长得多旺盛啊！这一片就把这一小块的地表全都给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你看这些草只能在它边缘的地方才能长出来，中间几乎就没有了。当然早期的时候没有中耕除草嘛，因为当时休假没在。要是早期的给它中耕一下呢，像这种草也不会单个的能抽出来了。它们就是有一些长得比毛豆快的，所以就从中间一起长出来了。要是除一次草呢，就都比毛豆慢了，被毛豆这种盖住光就不会再长。这第2批和第3批的糯玉米，看第3批这小的就基本上没怎么倒，当然也是有被吹得歪的痕迹。但是第2批稍微高一点，因为这脑袋有点重了，你看这就被吹倒了。这很难再扶起来了，因为它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长。再往这边走走，这草又该割了。当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清理过一次了。这面再看看玉米、毛豆、4季豆，最主要的是这一批瓜。这瓜呢，我是把里边的草给拔了拔，周围的草给去掉了，然后也施了平衡肥了，但是没给它进行整枝整蔓，因为这长得实在是太大了。看这是比较大的品种，已经结了小瓜了。中间那儿还有，后边就是这些相对来说中小品种了。看这瓜已经这么大了，那儿还有一个瓜。哦，这个几天不见，已经这么大个，这应该是那种麒麟瓜，还是生的。这等丽丽他们回来，或者说等他们回来再等不出1周，肯定就可以吃了。你看这瓜的纹路能看出来，我这是种了好几个品种，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了啊。这是又是有什么老鼠、地鼠给我打洞了，这真是太讨厌了。这又有危险了。这瓜，西瓜还好点，因为西瓜它皮比较厚嘛。还有甜瓜，只要它一熟，就被这些地鼠啊，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动物就会被吃掉。看这西瓜，这是黄色的西瓜，那边还有2个黄色西瓜。
这些瓜是混着种的，有可能会有串种的可能性，但是自己家种也无所谓吧。有时候会种出一些特别奇怪的品种，那口感还有色泽还是挺不错的。有一年就种出来那种彩虹瓜，味道也不错，然后颜色也不错，只是不知道下次怎么再种出来了，那就是唯一的。看这小瓜，这小瓜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西瓜是比较好种的呢？就是一旦它长起来之后，要是有功夫就给它3蔓整枝，那肯定是效果最好的。但是如果是没有功夫，就像我这一次错过了整枝整蔓，后来也懒得弄了，因为这瓜样太多了，瓜也大了，所以就没管它，只是施了肥。看这是早春红玉，应该这已经是长这么大了，都是能捧起来的。等到摘过一批瓜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给它追一次肥。这边稍微稀松一点儿，这瓜1、2、3、4，这也是明显能看出来就有4个，然后后边还有这种小不点儿的那种小瓜。再看这几颗甜瓜，当时回来的时候割完草之后，这甜瓜也就只有这么点儿吧一颗。你看现在这打过尖儿，这侧枝都长到那儿去了。这边也是侧枝长到这儿了，这颗长得稍微小点，但是前面那2颗也是长大长起来了。现在我看看，那种很小的小不点瓜已经能看到了，这也有，看上边这种紫蔓、孙蔓开始结瓜了，所以要不了多久，这甜瓜也就能看到比较大的了。其实我前院对自己长出来一个，我也是给它整了枝，那个上面的甜瓜已经膨大的挺大的了。哎呀，把西红柿收起来。然后这儿这一排，再到前面，这就是鲜食毛豆。鲜食毛豆的豆荚到时候长得会大一些。我看看，这毛豆是开这种蓝紫色的花儿，那种小花儿多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。草拔一拔。我看现在是好多都结豆荚了，你看扒开之后就能看出来这一串的豆荚，所以花已经不是很多了。这能看到2个豆荚，这还有1个花，也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收获了。看这中间长出来的这种草，如果看到的话，还是及时的给它拔一拔，不然的话它又会长起来打种子，又变成了明年几十上百棵草。就这种都是特别恶的草，特别讨厌。这儿也结小毛豆了。后边我记得是，我看看是到哪儿呢？哦，这儿，这又是杂草。哎呦，每次转菜园就是看到草就禁不住的想拔它，有强迫症了，不拔就觉得难受。像这种大草，我先把它拔下来。好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边我先不管它了，这儿有点多了。这边是能明显看出来，前面是毛豆，这边是四季豆，也是那种矮生四季豆，这都可以吃了。这已经长得不错了，可以吃了。看这毛豆比四季豆这个上边就好很多嘛，毛豆上面没虫眼，这种四季豆特别爱招虫子。这种也是打多杀菌素，生物杀虫剂，有机的，效果也是不错的，防这些毛毛虫啊、菜青虫啊，各种这种爬的这种肉虫子，还有豆甲虫什么的，都是有不错效果的。不然多杀菌素之后呢，如果再想有机的保护，就是苦楝油也可以，这都是效果比较好，然后又是适合有机菜园的。实在是如果还有别的虫害的话，也可以试一些除虫菊酯，也是天然有机的。不过对豆角来说，通常多杀菌素，然后过些天再喷苦楝油，应该就可以了。看这棵枣树，这是刚开花的状态。这是蜜罐枣，小樱桃树，
这一年也是长大了一圈儿。看这儿，看那几颗黄色的瓜，金光闪闪的，还是相当漂亮。哎呀，种这种果蔬菜的话，还有果树水果，就是特别容易招各种野生动物。现在还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跟他们斗智斗勇，其实挺难的，感觉防止被他们偷吃，比种菜种果树要难多了，防不胜防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呢？枣树、葡萄最怕的就是真菌感染了。看这葡萄其实需要疏果，今年也是没来得及。看上面又开始长斑点了，我得晚上得再喷点铜皂，我得杀菌了。前一阵喷了苦楝油，有点效果，但是苦楝油的效果毕竟很弱，而且老是下雨啊。喷完之后，第二天不下，第三天它也会下雨，所以这效果有限。但是又不想喷任何的化学的了，因为这葡萄都长这么大了，怕有残留。然后就是它快熟的时候，你看这斑叶蜡蝉都在这等着了。它会把这些葡萄啊全都给你咬坏，然后就烂了，再加着这些真菌细菌感染。这边也是，你看雨水大，有些葡萄都裂开了。所以这边种葡萄或者种这些呢有好处，都不用浇水。我那梨树也是嘛，从来都不用浇水的，就是除了早春的时候，还有偶尔特别干旱的时候，其他时候不用浇水。这种天然的雨水都有可能让它们造成裂果。梨树也是，上面小梨也是有好多裂果了。西红柿更是了，西红柿啊，什么西瓜之类的甜瓜，就是一直都不用浇水，否则的话你一浇就裂，长不好了。不浇的话还怕老是下雨。像我这些地呢，还是属于这种山地，没有排水性比较好，不会积水，还会是这种效果，就说明这阵子嘛，夏天7月份的雨水太大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细菌、真菌感染，尤其是真菌特别猖獗，就是空气都是潮的嘛，雨水又多，所以那些易感染真菌的果树啊、蔬菜呀，就真的是得及早的防治。有机的，就是比较有效，就是铜皂，有机的铜剂，也就是，然后就是苦楝油，还有就是一些生物的杀虫杀菌剂，那些主要是防护效果。化学的就好多了，大家网上一搜就搜到。但是蔬菜我是100%不会用的，果树的话都是早期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开花结果前用那些，可能防护一下。但是我也都是用那种接触式的，不太想用内吸的，因为会被树吸收的话，还是担心会残留在果实里边嘛。这种接触式的呢，早期用的话，那应该是没有残留，但是效果肯定是不如内吸的了，而且容易被环境影响，下雨什么的就冲没了，也不能说是冲没了吧。有一些呢接触式的，那你喷完之后，只要是不是马上下雨，给它干燥的时间，那就是很有效果的。只是说后边下雨可能会逐渐的减弱它的效果。这小朋友们玩的地方，这种高草，我昨天也终于是有时间把它给打掉了，现在看起来整齐干净多了。这些地方我还没有用鼓风机给它吹，小活呢还是一个接一个，还挺多的。这小玩具放在这儿。这边的我的黑莓上面这颗盆里边大的死掉了，下边长出来的也开始变红了。看这边今年的黑莓不多，但是也是有一些的。哎呀，到我果园再看一眼吧。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桃子一熟就被浣熊或者是松鼠给偷走了。这2颗大的还在，但是这颗呢，我记得这下边是有的嘛，现在没了，肯定是少了。哎呀，这小柿子
几天不见又膨大了一些。每次看这些慢慢长大长起来，这心情还是不错的。这边桑树、油桃、梨树，哎呀，这梨树是长势最喜人的，一大串一大串的。我是不着急疏果，好多时候它会自然的脱落。看这梨，能肉眼可见的膨大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裂果，这是水大了嘛，上边的可能水分向上输出的比较多，所以最上边的都是最先裂的。这边也有了，也有裂果的了。像这种就是要给它疏掉的，可能因为上面长得不是特别好。然后自然脱落的这种是自然脱落的，你看这一串上原本是可能有几个梨的，其他的都脱掉了，就长一个。我通常是疏果比较靠后，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这种灾害啊，这些果就没了。哦，这个断了，你看，这个果子，哎，干脆摘下来吧。这个再长长自己也会掉。我那天尝了尝这种小梨，已经有些是有一点甜味的了。这种小梨树，这是另外一个品种，它是绿色的这种，上面也是有这种沙点的。感觉亚洲梨的一个特点啊，上面都是会有这种沙点，好像我看各个品种都是这样。这个品种是那种能长到特别大个的，它这树太小了，可能最后长出来的也不会大到哪儿去，还是得疏果。这上边能看到，像这种不好，哎呀，这个我就干脆直接疏了吧。这还是每次过来就揪掉那么一两个、两三个，慢慢也就把不好的果啊给疏掉了。我最关心的就是这棵黄桃树了，看这桃子好多都红了。这桃子我已经是发现，那这也是，我也是发现这儿原本是有好几个桃子，这个地方，然后都没了。有一天我看到这地上掉了2个，我捡回去一个呢，吃也是有甜味的，但是还没那么好吃。哎呦，我看看是不是那个比较大比较好的，上边好像那个比较大比较好的桃子被偷了。这个也差不多熟了。上面还有几个好的，但是我看那个最大最好的那个见阳光好，那个好像没了。这小串3个，这个长得不错，这也不错，这个是有一点点的伤痕，但是应该不影响。我感觉少了，真的是少了一些。这个大桃也不错，就是周围有这个黑点儿。这要是不是因为我长时间休假，要早点给哪怕是喷一些苦楝油，早点保护的话，应该也会好很多。但是这种小黑点儿没关系，小黑点儿并不影响最后食用，把皮儿削一削就行了。哎呀，等等吧，我等等丽丽他们回来，摘一批。现在是能吃，但是不那么好吃，反正挺矛盾的，每次都是特别矛盾。你要是等的时间长了，然后就怕夜长梦多，又被什么松鼠啊、浣熊给你吃掉，就前功尽弃了。这些东西你哪怕给它套袋儿，其实也是不管用的，它连袋儿给你摘掉，然后咬坏。哎呀，只要它来，就一定会破坏。但是过早摘呢，就只能放着它，那个甜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哎呀，矛盾呀！这就是差不多我7月的菜园和果园了。从几乎要放弃到现在呢，感觉收获还是挺丰富的，也是一种惊喜吧。凡事只要是不放弃，终究是会有所回报的。Maxim 已经在菜园门口等着我了。Maxim 呀，你没吃我菜吧？哎呀，还好，这是今天的收获了，
还是挺多的，对我一个人来说有点太多了。哎，走吧 ，Maxim， 咱们回去做饭吃饭了。差点忘了这颗长在堆肥堆上的野生出来的甜瓜了。看看，这是一颗甜瓜，长了这么多。看最大的瓜已经膨大起来了，这么大个了。我是用纸板给它垫起来，后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一点的瓜。这儿还有一个，这才是刚刚开始结瓜的状态，后续还会长更多的瓜。这块堆肥堆应该是有充足的肥料、养料供养它。看看后续能长多少个，能长多大片吧。这儿还有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那边还有好几个，这儿也有一个。这儿我回头还要拿一个纸板给它垫起来，不然的话堆肥堆上面的土太多了，都弄脏了。这才不到3天的时间，黄瓜就又有收获了。这一颗长这么大个，从小不点儿。旁边的这个明天也可以收获，地上还吊着几个。这边哦，这儿还有一个，都摘下去。再看看常绿的刺黄瓜，这一串长得也很不错了。这个长得相当的完美啊，摘下来。这一颗明天也可以了，然后上面还有。这边还有预备的，再看看辣椒吧，这几天又结了不少，这一串一串的。这个辣椒虽然是不是那么辣的品种，但是我尝了下，炒菜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辣度的。看，这有这么大的，这边其实摘几颗就够了。那西红柿红的更多了，但是今天没带盆儿，等一下再过来摘。